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把你视为最好的选择？谁将把你视为最好的选择？哈，好，那这就是今天的3张牌哈。给你们一点时间做选择。好，我想你们应该都选择好了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把你视为最好的选择？好，我们一样哈，我们牌阵都没有变哈，只是题目的方向跟我的感知不太一样，然后他会找到其他的变数。那我来帮你看一下哈，今天的主题是谁？所以我们要以他的现况、他的状况、他的距离、语音的距离这个方面来讲。好，那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是否已经见过面哦，你们是否相识哦？拿一个基本的距离来。好，这里哦，这里哦，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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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里来，直接看就直接抓出那个距离，不啰嗦哈。来，要看一下，你们有遇见过哦，有很近的距离接触过，可是没有很好的互动哦，没有很好的互动。互动的结果状态没有立刻感受到彼此的互相喜欢或什么，反正没有投其所好，没有很好的互动结果了哈。不过我觉得这边还是有一些差距哈，它不是说第一份感觉不好，我觉得它只是我总觉得是你们的第一次对话的时间不好，是那个情况不好哈。那这个人依着这张牌来说，他还在你附近游移，他没有走远哈。他应该在你的生活里，他在你的生活方面各方面，有可能在你的工作区域里在旋转，在附近在游移。这边我要看的是说，他是否还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游移。他说是的，而且是在工作环境里面，所以你可以注意一下在工作环境里面哈。那他是否在附近呢？这边说是，也是工作环境里面的，而且不会跑太远，在工作环境里面的。可是这张逆位告诉我说，虽然是在附近，可是见面的机会没有那么频繁，可是距离不远。依着这2张牌，我们先安心一下了哈。不远，不远已经不够，我觉得蛮好的了。好，他至少在附近。那他最近各方面会有一些不错的指引，因为太阳出来了，指引有照亮了你们2个关系的接触的空间吧。空间的位置你要再翻哈，我觉得他在空间附近来说哈，那你们之间没有所谓的不小心的遇到，没有所谓的在哪个地方不小心的遇见，然后会突然再次的邂逅，再次的遇到，然后在路边或是在哪里，然后就各自独立的对话。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说，我得到最强的讯息是比较多的是在工作方面的遇到的对话，所以这边也是哈。我想他这里在讲说你们的对话上面没有很好的那一个爆点，感情的爆开或什么，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那个工作环境、工作的语言，没有立即的是从感情上面走进去的了，来，他的感情跟你感情上的热情、感情上的连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处理，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接触哈。他这个感情来的比较后短哦，跟随着他的行动而来，对于一份情感的热情这样。所以目前以现况这几张牌来说，你们应该有一个固定频率的接触，可是感情的那个爆发点还在随之而来，还在后面出现。哈，从这张牌到这张牌，确实以远的路径走来，是有那一个往爱情的目的。
可是这一条路径是远道而来，又是浅浅的、慢慢的浮出台面的路径。而真正的火能量在这里，它应该还是会慢慢的出现，但是时间会比较长。那这里的太阳牌的指引已经照亮了那一个该走的路径了，所以从这样子照射出来，路径在这，我觉得只是这一题确实就是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哦，你们的爱情的那个园地、那个花园，只需要在更多的阳光慢慢的照射照亮了。你们可以有爱情的那一个场合，那一个花园哈，那一个区域，这个区块哈。看来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说，阳光普照大地，还需要一点时间才会制造出那份温暖跟炙热了哈。好，目前看起来还不错哈，我觉得整个情况看起来还不错，它的时间性有出现了哈，不算太像鬼魂游移在附近，没有任何状态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是两张牌，无论是在人事各方面，你们场域各方面，你们都已经处在一个准备要已经处在一个准备要能够培养出爱情的火苗的发芽的一个场域里面，已经在这里了哈，一些能量上的连接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们会有，我觉得你们会有突然间就直接的有一个爱情的连接就会跑出来，因为它这边有一些私底下你们没有意识到的连接已经出现了。每一次的见面，每一次的因为这里这两张牌都有一个很强的结合、融合、勾住的东西。可是因为这里它是不是它所在的牌位的位置不是在你的意志里面的范围里，不是把你把巴拉巴视为在你所能控制的情绪决定里面，它都是在你背后的背景啊、场景啊、场域啊这样子哦。所以从这里再到这里，我觉得应该笃定了是在工作的场域里面，因为它这个能量是把你们两个框现在那个工作的场域里面来去培养那一个爱情的发芽的时刻。好，那这里说，我觉得你们爱情的发芽的一个瞬间是其他人发现的。不是说发现你们偷偷恋爱，而是发现你们可以恋爱。可能你的朋友或他的朋友有，我觉得在这张牌来说，有东西在被提醒，有东西提醒着或暗示着，为什么你们两个没有在一起，或是在工作的场域上，你们两个的契合度跟你们两个的互动感觉，让他人已经有一点点以为你们是在一起的，结果没有。而且你们是后知后觉，竟然没有自己意识到说可以进入爱情。这一题竟然答案好像在旁边的人手上哈。来，我对这张有兴趣哈，我来看一下。这张暗示着一个你们两个的差异。好，因为这边是红国王白皇后的结合之后，会有一个重生状态嘛，哈，会有一个凤凰。重生这样状态，以炼金的角度来说，你们是不同的元素，却是同等地位的一个结合，而创造出一种新生的关系。所以从这张牌的位置就已经看出来，你们两个的某一个阶段的结局就是会在一起，而且会创造出你们意想不到的一个方向从这里角度在这里都有，所以难怪从这一条路径来说，需要远道而来再慢慢的，因为这一份结合
这一份以炼金的角度来说，这一份是超高级的炼金结合程度啦，所以它必须要很多的时间，它必须要很多的元素的搭配，完美契合。好，尤其又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上面，哈，所以这边还暗示了一件事情：你们性格上原本的各种东西，个性啊、未来啊、方向感，差不多会有一些差异。你们所处的地方，它这个差异比较像是说日月黑白，好、金。黄蓝对比，绝对对比，但是它也没达到一个平衡，它只是告诉你说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人，所以在工作上面呢，你们也有可能因为它这一个是一条水面的镜射，所以这里发现的它有点像是这里上面的照射，所以它这边也映射了说，在工作场合里面，你们可能是在不同的单位、不同的部门，或是不同的公司，但是你们很多机会有接触到，好，但是距离很近，这边有一个时间的框线告诉我说，你们并不会每一次见面的间隔时间都还蛮长的，所以这里就已经告诉你说会很近了哈。来，还有一些，好，帮你把一些友善的影响因子发出来哈。这里说你们会有爆发出爱情的好的时间，在这里已经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协调性，也就是说，它已经有确定好了，再加上这里说的结合跟这里说的协调，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区域，讲的是说，无论你们两个的差异再大，现实里物理上的协调已经完成。好，本质上的各种的不同也已经等待要去结合，所以也就是说，你们差不多认识结合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啦。哈，前面花费的时间去让你们的底下的能量的认识的时间也都时辰也都差不多经历完了哈，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差不多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接触，让你们的感情跟让你们的内在有诱发出一种新的感觉，也难怪这里这里有一个吸引力的场域，他在说你们已经来到了能够产生彼此致命吸引力的场所了啦，所以时间地点这里都有了。好，就等待发生就好了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直接来翻了。通常我们现在只要发现说我们要期待时间点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来翻时间。哦，来。一样哈，天使牌会有天使的历法，会指引某些重要的时间能量。它所处的位置，我们在这里，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时间上的暗示哈。那天使的历法，它有一个周期哈。所谓的周期，就是有些是2到3个月或一个周期，它就2个月、3个月、3个月、2个月，它的周期像晃晃晃。所以我们看牌的时候，看它落在哪一个时间点，会有一个比较强弱的位置哈。它不是随机跳动的，它是每一个天使分配到不同的时间区块。那我不会把月跟日都告诉你，我只会参考那一个点的前后1-2周的范围里告诉你，好，所以你要自己去感受一下时间上的近或远就好了。好，不要执着于是什么时间点，你只要感受一下时间的近或远就好了。来，通常中间先翻，我就给你2张哈，一张强，一张弱。好，强的，哦，稍微弱的，也没有绝对弱啦，稍微弱的时间点。多少是2？在天使的范围啊，看一下，等我一下。它也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启示跟一些注意事项。如果我发现它有，好，这个人大概1周到2周内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跟你会有一个比较近的接触哈。再来可能就要3个月后，跟你会有一些比较近的情绪上的联动，就是说你可能会比较好的对话或什么。好，节奏上睡觉，你看到我这边说的是2个礼拜，然后再下一次是3个月之后。
那再下一次可能就要4个月。你看，它一个波动是2、3、4的波动哈，所以这张牌可能就是有一个这样子周期。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周期里面，你跟他遇见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时间点，哦，会产生一些比较好的情感的发生啦，哈，你可以这样期待。那这一个的历法上最强的时间点，有可能在10月的第3接第4个星期那一周，哈。哦，我很少会直接讲时间点了哈，但我觉得好了，我看到我就跟你们讲了哈。那不论你任何时间看这个牌，我就大概讲说那个时候会最强哈，所以它会有2个时间轨，然后就是可能这1、2周，再来就3个月后这样子。所以它其实你跟这个人的互动有很多很不错的时间点啦，能量有高高低低吧，有强弱哈，这几个是否比较强？那你注意一下哈，放在心底哈。如果你已经知道是谁，然后有些时间点不错，你可以在那个时间跟他多接触哈，或是有的时候爱情真正爆发的时候，会那个时候比较强这样子。好，你可以期待一下，用乐观的心情期待一下哈。来，不要太依赖那个时间点，平常的相处还是要有哈。来，再来这里比较弱的哈，我觉得比较淡啦哈，不能说比较弱，我觉得比较淡的，看一下这个哦。这张牌我发现它好像2个礼拜前有过一次比较好的接触了，你们2个礼拜前再来就2个月哈，这个是这样。那暑假也有哈，但是也是比较淡的哈。好，所以这2张牌讲了一些时间了哈，所以你注意一下。不过这2张牌仍然还是有一些不错的事情要注意一下哈。我看一下这2张哪个比较。这张牌强调的是某种你生活里面的学习很重要，我觉得这个跟这个爱情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哦。那我只是点一下哈，他说你近期有一些事情的学习能量有在扩大，你可以注意一下哈。那这张牌我觉得讲的比较重哈，他讲说你生活上现在有一种可能有一些思绪的感觉，要赶快恢复到正常。哦，什么叫思绪的感觉要回到正常？譬如说打个比方了，不是说一定有了，譬如说宠物过世。然后你会难过一阵子，可是他这里所谓的正常，就是说难过你可以难过，你可以持续难过，但不要影响你的生活，其他都要正常，差不多是这个概念。所以他这边在讲说的是生活情绪的东西不要去影响到，你情绪的东西不要影响到你的生活，一些本来你都还要做的进行的正常的东西要维持下来。好，这里在讲的事情是这样。好，那时间的东西你就注意一下。感受一下，不要太依赖，你只要感受一下那个能量比较强的时候，就去加强你的情感的表达。譬如我刚刚讲那个时间点，也许它会出现，然后你会真的有感受到这个爱情的感觉，或是有个人很靠近，那你就尽量的发挥你的表达，把这个爱情的东西连接在一起。好，那基于这里已经告诉说，场域、时间点各方面的融合是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就差时间点的发生，所以你可以参考这里。好，那已经到这个位置的话，有一些小的东西，我再继续翻一下哈。好了，他会自己去找到你哈，他会自己主动的去找到你哈。这里的讯息我就告诉你到这里。那后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先，我们已经预定好了他跟你的认识，他跟你的结合。我说的结合是能量上的结合，认识开端哈，朋友的。这个关系再更进阶哈，也许现在你们已经是朋友的关系，这边哈工作上的朋友或同事，可是他应该有一个进阶的状况了哈。那这个位置后面是讲说，真的你们的关系进入朋友或是比较亲密、比较亲近、频率比较高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能量上的契合程度，再去看一下更深层的，就是说过去、未来、现在的时候，你们2个的相处状况会不会好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有一个极大的差异可以调整？哈，通常我的频道抓到的人都是跟你蛮契合的啦，那种会发生很多怪事啊什么的。那个在我的能量选择感受上，我会立刻排除因为我会感觉到不对劲的方向，我会就不会去捕捉那个。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哈。好，来直接翻哈。
以灵魂的距离来说，以前到现在，就是以灵魂家族的距离来说，牌面上说你们是在附近的哈，就是说他可能是在同一个花朵打开里面的夜半附近的人，但是你们的关系比较接近，像兄弟姐妹了哈，所以在灵魂上面。这个接近的状况就会变成说，你们两个真的认识之后、接触之后，你们的相处状况应该都还蛮不错的。然后朋友的关系会很强哈，然后互相协助、互相支持、信任对方，离不开的感觉也会很强哈。即便性格上各方面都不同，可是那一种信任一定要在一起为伍，成为一个队伍，成为一个 partner，在一起的感觉很强。啊，所以你们应该是能够一起化险为夷，能够一起度过很多难关的一对然后那有一些小问题，就是你们的同步率比较不太一样哈，就对你们的时间感不太一样。可能有一个喜欢早上吃，比如说吃早餐的时间，一个喜欢10点吃，一个喜欢7点吃哈。然后运动的时间不太一样，然后上班的时间也不太一样，一起吃饭的时间，然后作息可能也不太一样哈。这个时间感比较不同步，然后感受到一些事情的，看一场电影的时候，两个人的哭点跟笑点节奏感也都不太一样，这个可能是比较不太一样，但我不能说不合，然后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这边说，应该因为这个不一样，会产生某一种事件的爆发，可能一些小纷争、小争吵，然后让你们调整完之后，找到了自己的规律哈。所以你们会创造出你们两个人自己的相处时间概念跟节奏啦哈，所以这边也在提醒说，不要因为一开始相处的时候，因为这个节奏各方面不太顺，然后就很容易放弃。没有哈，因为后面的结合讯息都还不错，这边结合都还不错，这边都很完善了哈，情感方面的东西都还蛮完善的。你们在私底下情感的东西、内在的灵魂的感受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契合的，不要被这一种节奏上的不契合而误会掉，其实你们是很合适的。这边说其实是你们是非常合适的，而且你们两个能够带领彼此回到很纯粹的自己、很真实的自己哈，很那一种没有社会化的、没有因为社会生存而训练之前的那一个很 pure 的自己哈。而且你们两个还能够因为长时间的相处，还能够让彼此能够返璞归真，找到以前失去的最纯真的赤子之心啊，小时候的那一种单纯的追求啊，小时候的那一种梦想啊。这里有说哈，而且这里能当你们找到回来的力量是两个相异的东西的结合哈。你看这太阳月亮的相异的结合，成为一个连体婴的状态哈，所以它会让你们回归到最纯粹的自己，然后可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其实在这个排位上，其实他说这个排位我设定好了叫做一拍即合，你们是否一拍即合？他是说是的，情感上、内在上、心情上、情绪上，其实是一拍即合的。不要被一些表面上的看起来不同，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兄弟姐妹、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对事物、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的不同，而去觉得说这个人不适合你。没有，你们应该要谈论到更深层的东西，然后达到更深层的契合度。尤其这里2张牌告诉你说，你们内在心灵是契合的，而且灵魂家族就在附近。你们有一种先天上的契合，你们要自己去挖掘哦。还有这边，其实你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就感受到你们的完美的、合适的，就是说你想象一颗球啦，哈，一颗可能石膏做的球吧，哈，或是大理石做的球，可是它分成了2块，那2块之后呢，中间裂缝是非常不规则的，所以你们会以为这个中间的裂缝各方面是非常不规则的，所以非常难找到另外一半完美的契合，这是表面上看起来。可是当你们开始相处的时候，把这2块石头慢慢的拼起来，才发现说，原来这一个不规则的缺角却是完美的契合。这个就是你们不是不知道，不往下拼拼凑凑不知道哈。所以这张牌先不看1、2、3都有说你们有非常完美契合的内在，可是需要时间挖掘。一开始你们会处在这张牌，你仔细看这张牌，看到的是2种不同的符号。可是它有相同的东西，你必须要重叠。比如说这张牌如果可以这样翻过来重叠之后，你会发现说它其实有完美契合的东西、对称的东西，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的。所以你们要花时间慢慢的把它翻过来对折之后，才会发现是那个契合点。2个透明化叠在一起的时候，才慢慢发现说有非常多的契合点，可是它需要一点一点的时间去挖掘，一点的时间去发现，好，尤其这张牌的底下的讯息是圣杯骑士，它是走向极端浪漫爱情的一条路径。好，
所以在爱情上你们是契合的，爱情方面的身心灵上面是完美契合的，但是要挖掘，主要是因为这张牌要挖掘，因为这里唯一的道路在这里。宝剑六告诉你说，他是慢慢的走到了那一个彼岸，慢慢的漂移出那一份答案，慢慢的，他就像是在河上、船上、水上的一个船啦。好，那你有办法自己去控制方向跟速度吗？比较难。所以不如就顺着你所乘的那一个水流，它可能是溪，它可能是河，它可能是海，所以它的节奏不太一样。所以你要顺着它慢慢的去寻找，你只要相信包围着3种能量，不同的角度，灵魂、本质，好，跟性格上其实是有契合的点，你要慢慢的找到。很多人啦，很多人，所以我才会在看牌的时候时常跟你们说，不要被表面或是初期的东西，所带来的判断去拒绝对方。我是不是也常说不要拒绝的这么快？因为我说的就这2句了哈。第一，不要拒绝的那么快；第二句是因为对方的好不会这么快展现出来，好吗？这里就有这个。那这里已经告诉你说，这一个人的出现，他有很多很契合的地方哈。所以，可是为什么我要自己重复讲？因为他有可能会在初期被拒绝掉，因为不一样的东西太多了，也不能说太多，不一样的东西太明显。太彰显在很前面，好，那我们回到这张，其实这张我刚刚一直没讲，对不对？这张讲的是说，它是一个过渡了，它是一个过渡。这一件事情，他现在是你附近工作的人，在你工作范围里面游移，看起来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人，这个状况是一个过渡。所以他也在讲说，你们初期认识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探索，那个也只是一个过渡。这个过渡的经验完成了之后，所谓的完成了之后，就是经历了之后，他完成了，他会有一个创造，重新的创造会出来。那你们慢慢就会知道你们彼此的合适的程度了。要好奇一下哈，我比较想说是要好奇一下内在的本质，而不是去等待那个东西自己浮现出来。要好奇一下。好，然后我再看一下其他的东西。好，这里这一条我很少翻哈，但因为这里这一张牌的关系哈，我翻一下。他现在要讲的是说必要性的互补是否有，或是在哪里？他给的是说宝剑7哈。宝剑7，然后又给了他的内在含义。内在含义是说，你们的不同是需要被克服的，而且是需要用力的克服，去观察，主动去观察你们的不同，而去克服，找到彼此的互补点。通常相异的2个人能互补的东西都非常大，但是通常表面上我们会以为的彼此的不同是一种相似，可是这比相同的人来说有更多的缺角，彼此能互补。因为你们看世界的角度、理解世界的角度、跟理解自己的个性、跟习惯的生活角度，跟彼此有非常大的差异。所以这边说必须要克服跟理解彼此的不同，才能够让关系找到最佳的互补状态。这边说了，这边也说哈，这个位置我要看的是说你们是否有极端的差异，可是他给的答案却说这是一个极致的结合，所以那就符合这里了。这里是说你们必须找到你们的互补点，可是这里又说你们的极端的差异却是绝对的差异又是极致的结合，所以表示说慢慢的挖掘彼此的内在之后，你会找到你们的绝对的互补性会出来。所以开头比较难。慢慢的发现你们如何依赖对方，如何支援对方，你们就不太会远离了啦哈。所以我刚刚回到这里，我刚刚灵魂家族这里不是跟你讲说吗？你们是大概像兄弟姐妹的灵魂的方向。我一开始就是说，你们兄弟姐妹的感觉就像，即便性格上不一样，可是你们会有绝对的支持，不是就这样说了吗？那你用这个道理就可以应用在这里啊。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好奇心去挖掘你们能够互相补什么，这边都已经说了是极致的结合，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连贯的，
用不同的角度去暗示你们的合适程度了哈，不要被表面的差异所骗去了。好，宝剑五哈，会有疑惑，但会找到答案。好，会有困惑，但也会找到答案。这边说的，好，这边说的，那这个排位叫做慢慢的成熟，成熟的速度会比你想象中的慢，所以找到答案的速度会慢。虽然疑惑出现的快，但是找到的速度会慢。但是这边却说要忍耐，要克服就有了哈。而且每次找到的时候，那个绝对互补性就会互在那里就离不开了。好，这组牌，我觉得它是一个慢慢温温的火在熬一个东西啦。哦，好，熬一个东西，那你熬了之后才会熬了那一个汤，熬了那个东西之后，试了几次之后，才会发现说，那一个汤里面的各种元素看起来不互相搭配，可是结果喝起那个汤的时候，那个汤的顺，那个感觉，却你发现那是完美的搭配，但是你不试，你不知道，它不是表面的东西，好，那不是表面的东西，来。这两张其实不用翻了哈，但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讯息，来看一下好了。好，你们彼此之间有一个不同的语言。这里我要翻的是说，你们最终极、最核心的阻碍是什么？你们其实是有不同语言的人，不同的语言哈。我会比较讲，把它想成是说啦哈。你们想成一个故事，你们是可能是天上两个都是天使，或是两个都是同一个，像这里哈，灵魂家族同一个灵魂。那你们在被打散的时候，在宇宙中被打散的时候，然后落入到人间哈，落入到地球的时候，可是却落入在不同语言的世界。我不是说英文、日语、西班牙这种语言不同，我是说，即便你们都讲中文哈。然后，可是你们使用的语言模组造句，对同一个东西的提问的造句却完全不同，这就是语言模组的完全不同。这边有说哦，你们要克服的是你们去塑造一份表达的差异啦。好，所以它又增强了一份你们去找到互补、你们去沟通的一个方向哦。所以我才说初期比较辛苦，初期你们要找到你们的合适程度，前面要慢慢的发掘，不要放弃哈，不要拒绝的这么快。他这里更像是说，对于爱情的表达语言也不同了。爱情有所谓的爱情语言，哈，每一个人对于同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即便只是语言，我们先排除掉动作跟行动，就语言，你们可能表达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非常善于，甚至可以讲出10句来表达自己对一个人的爱，可是有人半句都说不出来，他很难造出那个句。这里在讲的就是这样，你们有这种语言上面的差异跟距离。慢慢克服之后，就会找到内心这个契合的东西了。好，好，这里觉得还好哦。圣杯皇后，我跟你说，这边翻来，我们讲了这么多，圣杯皇后出现了。除了圣杯皇后本来的含义是说丰沛的水能量之外，它这张炼金牌底下给的智慧之语的总结是什么？完全吻合了这张牌的一个结语。他说这是冰与火的极致结合，冰与火的极致结合，所以完美呈现了这张牌的一个顺序。好，所以记得哈，慢慢的你们会找到自己的合适点。好，那他在附近，他也在慢慢的突破。我不确定他有没有主动突破，可是以这张牌来说，他在直觉上面是有在更多的靠近你。更积极的靠近你，可是他不一定直觉上是为了喜欢你或是爱情，没有，他内在有一种直觉是他想要靠近你，这样，所以他慢慢的应该会在我们刚抓的时间点里面会有一个更多的表现。如果你有感觉到，记得给予更好的回应哈。好，来，那一样，我们来看日本的神谕卡，给3张来去洞悉一下他的爱情上面的性格上面的好哈。毗沙门天哈，好，前面的影片讲错，因为因为讲太快，我讲坤沙门天，没有是毗沙门天哈。好，来，再来哈，好，来哈，
等等哈。好，来，好，白月，好。来，首先呢，他还蛮多好朋友的他很喜欢人，各式各种不同的人，所以他身边还蛮多不错的朋友，然后他本身有一个领袖气质，他有很强的领袖气质所以难怪朋友很多，大家都会跟着他所以他算是一个很会去出主意，大家应该要去哪里啊什么的大家都跟着他，应该觉得跟着他还蛮好玩的，他应该像大家的大哥哥大姐姐一样了很喜欢。我觉得他应该也算是很关心朋友，不然大家不会跟着他。所以从这里我会有一点希望你不要太在意，因为通常有的时候有些人很有领袖气质，他朋友很多，然后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会常常会觉得自己被忽视，然后分不出来自己跟他的朋友的重要性。可是从这里看得出来，这张还没看到，从这里看得出来，他对人的细腻度还蛮强的。只要收到一点提醒，他就会分别的出来说，对朋友和对爱情是需要不一样的。记得我的造句是需要不一样的，所以他不是完全不会在意你的更重要性。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不重要，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的话，你可以对他适时的提醒，他会马上知道说，哦，对。因为他对朋友的照顾的细腻度，他会明白自己对于爱人的细腻度应该要再更上一阶。要相信他他会有这个概念，只是他需要提醒如果他没有达到你，或是没有表现出来的话，可是我们也不会强人所难，需要达到多高的高度啦。可是有时候需要提醒一下，你的位置跟朋友其实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他自然会做出一些分类上的改变。那再来这张牌的话，我觉得他在性格上面其实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他不太害怕事情的困难跟挑战。所以你刚刚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可能会常常去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不会一直守旧，他不会一直同一家餐厅一直吃，同一个咖啡店一直去一个地方旅游完，他就一直在那边游玩，不会，他会去挑战更多，去创造新的世界，去看看新的更多的世界。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他可能会带你去很多各种不同的地方旅游，然后每次吃的餐厅都会是精挑细选，然后新的好的位置，然后去过咖啡店或什么，他都会想说，我们要再去试看看更好的更好。他对这种更上一阶的东西很有好奇心很有好奇心。来看一下动物灵牌给你的建议给你现在的建议，或许跟牌面有关，或许没有来，好，第一个第一个是说他其实这边还讲得不错，他说你即将会遇到一个有爱情感觉的事情但这边提醒说不要求不要太高，它跟这个乌龟一样、陆龟一样，慢慢的行走慢慢的行走，慢慢的感受要每一步都要充满着满足，心中要充满着丰盛、满足的感觉，就可以你会体会到很多其中的价值那这边也说其实一些丰盛的东西，你要靠自己的心智上去慢慢的培养，去理解所谓的丰盛，就是说你意识到丰盛的时候，你就不缺丰盛。所以你一直觉得自己匮乏，你就会一直匮乏，永远都填补不完。这边在讲的是说，不是你要慢慢的相信自己将会得到很丰盛的东西，你就会其实那个丰盛就已经在内在了。这里在提醒的这个，其实这两个还不错，满足加内心的一种丰盛感两个其实都有在同一条路径上。看这个有没有？这里我看一下，对，这里在讲的是说，有的时候你要再保持一个更多的赤子之心，让自己比较像小孩子的时候一样你小孩子的时候，你喜欢一些东西，你会全然的喜欢它，不会做太多的挑剔，你就是全然的喜欢它。新的玩具、新的食物、新的糖果，你会完全没有条件式的、没有经验过的，然后就去享受它，就去喜欢它。记得要保持这样子的东西它这样子会让你开创更多的对人生的未来的生活上的一些无限的可能性，还能让你的视野更打开，你还可以尝试更多有趣的东西。那这张牌跟这张牌搭配的有点像这个人应该就能带你去更多的尝试，记得不要拒绝，记得去勇于的去感受感受一下人生的各种变化性跟一些惊奇的东西好，那大致上1号牌就这些
记得哈，我觉得这组牌我在前面的时候，我发现前几天的有些牌的选项有类似的讯息，有类似的讯息。如果你有选到的话，记得那个重复讯息，我觉得它要重复出来了。好，那就这样，那祝福你们了哈，谢谢你们来听。我们来看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把你视为重要的恋人？哈，谁将把你视为重要的恋人？哈，来。好，我看一下哈，今天是他谁哈？这个位置的话，那我们先来翻一下一些很基础的空间上的啦，认识吗？距离吗？工作上吗？哈，这一个，我们先来垫底一下哈。来，我看一下，好，这个位置哈，好来，是否见过面？哈，人在附近吗？很远吗？正在附近游移吗？还是你们已经有非常多的巧合遇见了？是否有方向指引过来呢？他的现况。好。那我们一个先来看哈，比较浅层的讯息了哈，比较深层的讯息，我们照这张牌来看哈。来，是否见面？这张牌给的讯息，我觉得没有哦，他在远方，但远方，但是却在能量范围里，所以你们应该在附近，还没有遇见。但是我觉得这个牌有模棱两可，因为这张牌也显示了某一种你的心想事成了哈。因为它不只是要看你们见过见面，它有很多的内容，它有遇见圆满、美的核心，有初次见面的好坏。它有可能，可是因为它这张牌星星牌，它把它拉得太远了，所以我会先排除你们有初次见面已经有一些感觉，可是没有连接到。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差一点点，因为它很像是说你遥望天上的星星的时候，明明很远，但你觉得很近，它有这一种抽象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回归看这里两个位置，近或远给的感觉哈。先看远，远的感觉是说附近有非常多的阻碍，非常多的人，你的附近有非常多的人造成了某一种迷雾，其实它也许在附近，可是你没有看到。那基于这张牌说它可能在附近了，你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近的牌。近的牌，我们先不管逆位，我们先看这个权杖国王，它讲的是说某种能量的框线，土火能量的范围里面，就是说它像是一个被控制的火焰的啦。所以也就是说，在附近，在范围里，你可能也在范围里，那它确实可能就在范围里，然后你们没有连接到，可是隐隐约约的看到那一个火苗，看到那个萤火，可是你不在意那个萤火，就像看到星星一样，你知道它是一颗星星，你看到了，可是它因为你意识上觉得很远，可是就没有太在意。可是实际上你会看到它，其实它也离你蛮近。这种近近远远、近近远远的一个抽象概念，我觉得它就在你的范围里，可是没有认识。那基于这个点，我再帮你抽一张来确定他们认识好不好？你们有没有认识好不好？哈，来，这组牌我们就洗过，我们就直接照顺序翻哈，就不再去打扰它。给了我一个我蛮意外的牌，没有认识，因为这张牌讲的是一种分离。你看到这边有分尸，可是我们讲没有那么严重的分尸啊，它就是说寻找元素的一种分离啦，哈，灵魂、身体、身体的各方面一种分离、转化、重生。所以说你们现在的分开，你们现在的不认识，只是在等待一种重生跟转化一份新关系的一个时间点。所以你们其实现在不算认识，好，我只能说不算认识。我收回一下，不算认识这个有点重，是没有对话到吗？哎，我们就把它硬一点啦，没有认识哦。来，我们开始翻一些深层的东西哈。好，我看一下哈。这个节奏很复杂，我先看一下，我先把我觉得比较明确的城市。这里说你们所处的环境、背景各方面是融洽的，所以确实很有可能是。我想讲说是工作环境里面了哈，可是工作环境的讯息也没有非常强哦，有，我忽略了这2张，11是
哦，有一些讯息了，等一下哈，他应该是有人引荐推荐来到了你的范围的一个新角色，一个新的人。但是他的新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这边来说是偏向于工作场合来的一个新角色，但他并不一定是新手新人，他可能是被指派来帮忙的，而且他可能自己也处在某种困境上，需要有人帮助，所以有贵人把他指引到这个方向来。工作的程度蛮大的，因为他这个指引不太像是朋友的指引，朋友交际不需要有人帮忙指引，所以应该是在工作上的哈。其实，尤其这张牌啦，这张牌我看到的时候虽然是火的，可是我觉得它的土能量很强。我一开始其实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是某种有关于上司、某一种长官、某一种前辈的，把你们两个相遇的范围里面框限起来，它不是自然而然就在那个范围，我觉得是有一个外力去设定好这一个范围里的。所以再回到这两张牌的话，现在可以比较确定是在工作范围里的一个新的人，你仔细注意一下，但所以你们没有认识，没有见面，中间还有很多的杂音，现在看得出来原因是在这里。好，那你们确实是在附近游移，没有很强烈的接触哈。那你们中间的关系上的共通点都是他人，就是说你认识了 A， 他也认识了 A， 但其实你们两个不认识。哦，然后你可能认识了 B， 他也认识了 B， 但你们两个其实不认识，所以你们两个现在没有直接的连接，没有直接的认识。可是你们同时认识了附近的蛮多人，这一组牌旁边的人很多，这里，所以不外乎真的是工作的场合里的很多其他的声音。好，来，我不觉得这一条路，等一下哈，提示哦。显化就是显化法，我觉得啦，他应该会比较走向于被某个人介绍给你认识，因为如果在这条路径来说哈，中间我觉得他没有直达你面前的路径，我觉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路径只有重重的阻碍跟没有强烈的欲望，没有这样子的能量，所以他不会直直的看到你，然后就走到你面前认识你。反观下面有比较好的能量，可是非常杂。真正的爱情能量在这里，可是它只定义了你们两个所在的位置的背景，是可以酝酿你们爱情发生的一个好场所。还有好背景，我们把它放大，它其实讲的是好背景、好场所在这里。好背景为什么是这样？你们两个应该有共同的工作背景类似，所以你们有能够沟通对话的一个方式。那整条路径走来，我觉得这一条路径比较好。这一条路径比较像是说，有人、他人去引荐了。介绍了，可能会在某一种交际场合、工作场合的时候，把他介绍给你认识。那认识了之后，会有一触即发的感觉，会跑出来吗？315 K， 等等啊，这里非常复杂。会有明确的行动，这边会有，因为你们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会有一方，我觉得就他了哈，他应该会有蛮主动的，想要跟你打好关系的一个情况会跑出来，打好关系啊。让我思考一下。这里，我都觉得你们第一时间的接触其实没有涌现爱情啦，可是有某种想要把这份关系联系起来的欲望有很强啦。哈，那在他的角度上，内在能量的语言是说，希望能够有被理解，他想要让这份关系更密切。哦，暗示是这样，但我
觉得，我们就把它诠释到他跟你第一次认识的时候，他应该会跟你有更多的互动了，可能会留下一些你的社群啊、账号啊、联络方式啊、讯息，他应该会有一些。除了工作以外，他想要能够更多跟你的接触啦，这边有，可是能量不强，但是有显化出来哈。这张牌跟他的牌位，我设定的是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一些内在吸引力的一个状况。他这边告诉我说，他的身体必须有所行动，才能够显化他所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才跟你说他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行动。所以如果会有比较明确的行动的话，表示他对你的喜欢应该有在内在油然而生，随之而来，应该是会有。只是为什么我一直出现那个犹豫状态？因为中间这里空了就算了哈，这里给的那一个直达爱情的水能量也没有出来，真正出来的水能量这边的时候是受到一个分离的，不是直接的，所以它这个水能量落在哪里，现在还没找到。好，等一下我在这边再慢慢帮你找起来。所以现在看得出来，就差你们第一次遇见了哈，然后他才会慢慢显露出他对你的感情、对你的感觉这样。好，基于这点，我要用另外一个方式翻牌哈，因为我觉得要扩大你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一个能量的暗示。那我来用这个牌，好，等我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一个第一次遇见的整个连续前后连续的一个能量的讯息。等我一下。好，再等我一下。好，等一下，一张这边了。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强烈的互相的吸引力，两边人是互相的，所以就差见面哈。我觉得这边哈，那情感上、关系上是很复杂的，因为这边分离的状况有哈，就是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互相喜欢，可能是我们先不管你，我们就讲管他，他对你就有一个蛮好的喜欢，你身上有一些东西，他非常。感觉到非常有致命的吸引力，可是因为身份的关系，可能现在不能办法立刻跟你表达他对你的喜欢，可是还有工作上的一些关系、职位上的一些关系，或是工作办公室啊，或是场合方面没有办法立刻表现出来，可是他会找到一些行动，会慢慢的接近你，让你发现他的存在感，也会让你发现说他是喜欢你的，有一些行动上的表达会出现哈。那这个时间不会那么快，他会花一点时间慢慢的表达，慢慢的去呈现，慢慢的去具体的行动上、肉体上去显化这一件事情哈。那你会逐步的感受到这一件事情呢？然后也会感受到他的好，然后你会慢慢知道说这是一份爱情的东西的时候，然后然后就会开始到了你可能要决定你要不要接受，会不会决定要一些好的回应哈。我跟你说，这些牌除了这张之外，其他的牌都是走向爱情的，工作上显化都在为他显化出爱情的能量，全部都是顺的，所以第一次见面之后是直奔了爱情的能量走过去，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个空间里面的东西都填补起来了。虽然这些能量单张来说都是小的，可是它拼拼凑凑说讲出了一个连续哈。那这边关键点在这里。你们在工作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合作的方式，会互相帮忙的方式，工作上面，所以你们感情会在这一个节奏里面、亲密的状态、合作的状态里面，感情会慢慢的延伸出来。那这张牌为什么要抽出来？因为你觉得有一点点不太确定要不要，就这样。可是能量不多，偶尔会出现。好，所以其实让这份感情立刻进到爱情的某一些犹豫是在你身上哦。好，等一下。是你身上哦，不是他那边，因为他那边有一个，因为他那边这个能量已经出来了，他是想要往这边，想你那边一直往前进的，所以这个阻碍是你的。哦，你看一下这张牌，他有一种过度理性的一种担忧跟分析呢，他脸上的表情是没有笃定哦，脸上的表情没有，他在看着他心中的那个疑虑，他甚至不太确定手上拿的宝剑是否能够挥舞，能为他带来什么，是这样的状态哦。那后面什么？其他人正在等待，或是前往他的失去，搭配他的失去，或是远离，都有这个概念哈。或是慢慢的去探索他到底在想什么。其实是你内在的心意在告诉你说，到底你还在探索什么，你还在犹豫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味。所以你内在的一个想法。犹豫的想法还蛮重要的，这个就会回归到我常说的，有的时候爱情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不一定接得住，它有很多的原因。第一，这个人可能不是你原本所期待的人；第二，现况、工作上、关系上面可能不太适合谈恋爱；第三，你可能之前的爱情的一些挫折感什么的，有点像这一次爱情出现的时候一个类似的
状态也出现，所以你心里的那一阵痛会，那一阵提心吊胆会再回来。所以它并不会，爱情一出现的时候，你等待很久，爱情出现的时候就立刻接住，有时候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在这份爱情出现的时候，这个时机，你看到这张牌，你内在的心理的整理还蛮重要的。所以趁这个人出现前，很明确出现前，你可能最近要先确定一下，你真正想要的爱情的状态是什么，具体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爱情来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符合性，你才心里的你的那个爱才会扩得比较大，才会放得比较大。当他来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能够像无条件的先去经历这份爱情的到来，而不是设定非常多的结界跟规则条件，满足了才要接受一份爱情。好，你听懂这个节奏后，这边有一个暗示。好，不过1、2、3、4、5、6、7、8、9张牌只有1张牌是犹豫的，7张牌这边全部都是符合爱情的好牌。这里符合爱情的好牌，除了这张之外，其他随便抽到一张问爱情，都会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状态。恶魔牌不要被他的这一个状态所吓到，你要讲的是他中间的那一个致命的吸引力的牵连，有的时候是比较堕落的、比较痛苦的，他终究还是讲的是爱情的致命的吸引力的牵连。好。那这张牌呢，虽然是爱情的，可是它的速度是瞬间爆发，你要抓住的。好，跟这一个风能量搭配的时候，犹豫也会瞬间爆发，但是也会瞬间消灭。可是犹豫会停留的比较久，所以要注意一下，因为两个都是风能量嘛，哈，只是风力来的方向比较不同，来的节奏比较不同，来的时间比较不同。好，那这里的话，补足了这里哈，那。既然都讲到这个时间，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点的问题哈。来看一下你们的关系见面的可能的时间点，好吗？哦，因为现在感觉就是还没有见到，但是就在附近哈。好，等我一下。哦，我看到了。来，一个比较强的时间点的暗示在这里。好，我们来看一张辅助的哈。好，看一下。我看一下这里，每次我都讲一次了哈，怕有人是第一次来哈，有朋友是第一次来，我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怎么看哈。就是说，每个天使他有自己的历法时间啊，他会有一个很强的时间点，可能比如10月1号啊，10月20号，它一个范围前后7天或什么1个礼拜这样。可是它也会有一个情绪的波折，就是说它一个周期哈，这个天使会有一个能量的嗡嗡嗡的能量，所以可能有3个月一次、2个月一次，或者说5个月、4个月一次这样，它会有一个周期哈。所以我们要经过这个点，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两个接近的时候，你能量上在时间上的暗示是它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现在你面前，然后你们的接触会在那一次会有很强的能量会发生哈。来，这一个哈，我看一下这是，如果以现在我看的牌的时间点来说，2个礼拜内会有连续2次比较强的，所以它大概2个礼拜内、1个月内会有连续2次比较强的接触。但是我在看这个能量比较接触的时候，有一个讯息来说，你不一定会立刻意识到是他，但是他这1个月内可能会出现。哦，这个过了之后，可能就要再接下来第3或第4个月才会有。这一个牌的周期比较混乱哈，所以它第3、第4它就连续2次这样，所以你感觉一下，反正就这个月内，其实他是讲2个礼拜内了，但是我觉得它会有一个能量扩散，我觉得我就把它抓到1个月内，1个月内它可能会出现，再来之后可能就要再等3到4个月，它才会在一个比较近的接触。那不代表说这一段时间你们不会再接触，而是你会感觉到它来的那个能量，我觉得是这2个时间点会比较强哈。那如果真的要讲你们2个感情爆发，或者2个人爱情感觉很强烈，可能之前已经认识了，强烈到可能想要在一起的话，可能就要到年底。或是反正年底，好，我们就直接讲年底，冬天要到冬天，这个是比较强的。好，那到冬天之前，你们可能就已经认识接触了，可能确定关系，可能就要到冬天哈。那比较小的能量的话，小的能量说40天前左右已经有发生过，就是1个月多之前已经有发生过了，再来可能就是要
90天1个半月，90天40天1个半月之后，1个半月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接近，可是能量比较小了哈，所以可能1个半月，那就跟刚刚那个能量差不多嘛哈。他说我这边说1个月，然后还有一个扩散的1个月，然后就1个半月，所以我们就抓1个月到1个半月中间的时候，它应该会有一次很明确的出现在你面前的，你感觉一下哈，好奇一下哈。但是不保证它出现的时候你能够意识到是它，但是它会出现。你感觉一下。那我看一下，刚刚这里好像这个天使有一个提示，我有感觉到。这个提示可能跟这5牌没有差别，可是我刚感觉到的一个提示是说，最近如果你的心里有一点点想要贬低别人、看不起别人、觉得别人比你弱的时候，记得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要放宽心。好，就这样。这里的这个额外的提示，你注意一下哈。来，那这里时间点的地方我们就先放着哈。来，我们接下来看这里。因为还没见面嘛。所以你们的合适合不合适，我们还是做一个比较未来性的预测哈。我来比较简单的翻一下，看一下哈，看一下你们两个的契合程度。我先从合的位置来看哈。好。其实这边已经有翻1张了啦，哈，所以这个就先不看了，来看这里。好，先看这4张就好了。你们性格上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啦，哈。那但是慢慢的你们会发现说，你们的情感方面、爱情方面、浪漫的追求方面，其实还蛮合适的。所以性格上、背景上，可能星座上都不太是传统上面认为的吻合的，可是其实还好，你们相处起来的时候，情绪上的东西是蛮稳定的、吻合的、互相依赖的、互相喜欢的底层的一些比较直觉的东西，比较不是理性的东西，直觉的东西可能互相会很契合。这边说的是很契合也不用花时间，你们一开始就会知道说你们是同一种人，在情感上面的价值观各方面来说然后至于灵魂的距离来说，你们两个。常常不小心错过，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用一种宇宙比较大的观念来说，然后你们两个是可能是很多的灵魂家族的花朵碎片打散了，然后在整个空间中漂移，还会有一种形态。有些灵魂互相找到彼此，有些人会花很长时间找到彼此，然后有些人打散的时候就一直黏在附近，一直都在旁边这样子。那你们两个的状态是，你们时常在这一个无限的空间里面时常错过，就这样飘逸的时候，然后就错过没有连接；飘逸的时候就错过没有连接；飘逸的时候就错过没有连接。但是你们时常到附近，然后就错过，表示你们的内在灵魂各方面是互相吸引的，只是一直没有很强的事情把你们两个抓住了。这边给的是这个，总是事情只做到一半什么的。可是你们两个，如果两个灵魂非常靠近的时候，你们的好运值会向上提升。你们应该不知道，你们两个就有一个很好的、很幸运的能量很强啦。那两个人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发挥，可是两个灵魂靠近的时候就会有好，再来，你们的做事情的频率、同步率其实不太一样了你们喜欢东西的节奏，讨厌东西的节奏，想要去哪里旅游的节奏，各方面想法、各方面的频率搭配的没有那么快了有一点点落差有一点点落差。那基本上你们不太像是一开始看到就是非常吻合的，而且持续时间下去的时候，你们也不太像是性格上非常契合的人啦。只是你们真正的连结我跟你说，你们这组牌很奇妙的一点是，你们两个常常在一些有困难的牌阵的点上面出现了非常好的爱情牌，所以我都会认为你们是一种越挫越勇的爱情关系。你们会有一种越觉得艰难，越觉得不一样，越觉得阻碍不一样，两个就越想要在一起的这一对，你们反而不会因为彼此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不同，然后就觉得说好了，我们不适合了，理性的判断就不适合了，所以就不要努力了。你们反而不是，你们是走相反的路径，会有一种
在我看来的时候，为什么莎士比亚的那个故事这么吸引人？它内容因为它处在一种悲剧吸引，然后很多人到人生中都经历过非常高度的悲剧的感觉，或是看其他人的悲剧的发生的时候，都有一种向往跟一种潜在的被吸引。这是理智上无法认同的，可是直觉上、感情上却是。其实很多人都善于享受于悲情、悲剧的感受里。这一组有这个感觉，你们明明没有经历真的很悲剧的事情，可是却会强化彼此的不同跟不适合，成为一种极端浪漫的情境，然后更想要跟彼此在一起，就如同这个错过。你们时常在宇宙缥缈之中，灵魂相聚的时候，伸手没接到就散开，然后呼喊着彼此，希望下次再见面的时候，然后又这样。你们一直有这样子的吸引力，吸引在一起。所以换回来说啦，其实在我看来，你们情感上是有非常强而有力的吸引力。尤其在节制牌出现在我在问书，其实我没有说我翻这张牌在哪里啊，其实我翻的是你们的绝对阻碍是什么？他给节制牌。表示没有什么阻碍，在阻碍上面是被情感的和谐度所破解了，所以其实不能说你们在爱情的价值观一样，而是你们在爱情的感受上一样，而且对感情的感受上一样，对其他人的怜悯心的感受一样。这个是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你们性格上其实还有很多的差异，想法不同，想去的地方不同，想吃的地方、想吃的东西不同，时间也不同，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很多地方都不同。可是你们对于某些感情上的怜悯的、社会上的一些故事，可怜的老人、可怜的动物、无家可归的人、游民，这种很感同身，就是那种很心境上、情绪上的一种感觉上的时候，却突然常常会让你们觉得你们两个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爆发一样的感情。可是这些在这些能量上的同步上面来说都没有显化出来，可是却都在一些非常强悍、需要去问困难点在哪里的时候才发现的一个契合度，这边出来。这边也有，这边也有，所以你们这组只要对我来说，你们只要遇见了、对话了、谈话了，就会如这组牌发现的一样，你们会找到你们的相处的情感的连接，而且是很深的。所以不要被表面上的各种条件各方面，它的条件的阻碍有很多，有距离，有性格，有对话还有朋友圈各种，有很多的阻碍哦。表面上看起来的不适合，可是其实心底下，你们对于整个生命的感受其实很雷同。那1号牌也有这样子的状况，1号牌也有很多的绝对的不合，可是他们会找到了某种阴阳的结合的逻辑。这组不是这个，这组在很多地方看起来都不合，可是你们会在某些极端的点的时候发现，只有彼此。只有这个人了解我，只有这个人了解我最内心的那一个孤单的感觉，那一个向往悲剧的感觉，那一种悲剧所带来的那一种怜悯心，只有这个人理解我。这一件事情会把你们绑得很紧。好，你要理解到这个是非常特别、比较稀罕的一个状况，它必须要比较深的感觉才会感受到。虽然我知道很多人看牌都只想要知道说什么时候发生，是谁，他长什么样子，没有想要知道这么难的东西。可是这里我就会告诉你说，很多时候没有发现到这个层次，太容易就错过了一个很适合的人。尤其这组这么连续的爱情发展，是一个很好的爱情经历。好。那我想这组，我觉得整个情况跟架构就这样哈。来，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神谕卡，告诉你说这个人在爱情上的优点3个哈。因为神谕卡这个已经翻了好几次了哈，如果有重复的，应该会有蛮多重复的哈，你就留意一下，这样子的人可能就是有非常大的可能就出现在你身边哈。来第1张，怎么最近很常发到毗沙门天啊？好，毗沙门天会直接告诉你说，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是一个很有勇气不是有趣，他是一个很勇于挑战新的东西的人哈。所以你会发现说，他会很喜欢，他不会重复去某些地方，去过他就不会再去了。其实那地方这很好，他会想要去挖掘一个新的世界哈，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格。来，
第二张哈，然后他喜欢困在自己，不是困在了，他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努力自己喜欢的东西，譬如说这个挑战什么的。然后他不太会去挑战或是去创造一个新的东西，他会在网络上发表，跟大家讲说我做到了什么，我又赚了多少钱，我买了车，我又去哪里旅游，然后什么东西很好吃，我终于吃到什么。他不太会去彰显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他喜欢自己，他也不是。其实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就是如果对别人的赞美或什么，他会觉得很难以承受，因为他觉得那些事情都只是他对自己做的事情。他还蛮极端谦虚的哦，所以你会发现他在人际关系相处上面，他其实还蛮礼让他人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们刚刚前面说的那一种对整个社会上一些弱势的小的感情的感动的怜悯的感觉非常有感觉，其实也是蛮符合的哦，因为他是一个很小我，不是小我的人，就是他很喜欢把自己放得蛮小的人啦。他就觉得他自己没什么，所以他也会觉得说，我就尽可能去体验这个世界，尽可能做到我所能做到的事情就好了。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应该会发现他是一个默默付出很喜欢默默付出的人，甚至他可能有捐钱或什么时候，他还会告诉你说不要告诉别人这样。好，来再来。这张的话，他说的是说，我觉得一个解答了。他这张其实在讲说，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表达情感的人，所以难怪你们的情感上的连接会这么稳定啦，哈，会这么稳固。我觉得，也许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应该会发觉你内在蛮多一些黑暗跟灰色的地带，而且他能够诠释的非常清楚。你内心的一些空虚、寂寞，或是痛苦，或是以前所造成的一些挫折所造成的一些阴暗面，他能够完整的诠释跟知道他要怎么帮助你。他这方面的观察跟他自己的表达也很强，他不会含糊的表达不出来他对你的情感，跟他挖掘到你的东西，而且他还知道说怎么告诉你，你心情上需要有哪些扶持，跟你需要哪些援助。他对这个东西的观察力、跟执行力，还有具体的表达能力非常强。所以，他应该就是你们关系上面、灵魂上连接很重要的桥梁。那你可以跟他学习，因为这边相比起来，好像你这边弱了一点了。因为其实这边都有很多的东西是说情感上你所空缺的，爱情上所对，他会带领你去前往一些更好的世界里哈。因为他这边有说情感上的他的行动力是非常好的。这边其实前面我们有说了哈，记得哈。好。那2号牌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明确的讯息不强。翻了这么多，我归纳出来最好的讯息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即便你们不是恋人在一起的话，他也可能会成为你的灵魂伴侣之一，或是知心好友之一。他有可能在未来你们会觉得有更好的相处模式，不一定是要用恋人这样。可是，在未来你心底有一些落空或者是低谷的时候，你第一个时间会想要问问他，也有这个可能。我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的内在心理的连结不会被只局限在恋人这份关系里啦。好，因为我觉得你们内在的互相的理解、超脱已经离恋人的等级再更高级很多，可是这个是一个未来式的，需要慢慢相处之后才可以。那也因为这个是比较未来式的，需要花一点时间，所以你们一开始在相处的时候还不会那么容易就挖掘到这边。你们会在彼此的很多的不一样上面去做琢磨跟撮合。但我相信，以这个灵魂角度的连接来说，你们相遇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很深沉的觉得。我跟这个人好像还蛮近的，即便很多表面上的东西好像不是很合适、很不一样，可是心理上、心灵上，我觉得这个人还蛮近的哦，会有这个感觉，让你们一直很接近啊哈。那这张牌这里这一排，几乎所有的牌都导向会往爱情的方向走，所以就差一个开端而已。哦，看起来感情接触的初期，一开始接触之后要进入爱情的速度也算蛮快的，初期的表现都还不错哈，我觉得很快就可以挖到心底的部分，那彼此的重要性应该很快就会被彰显出来。好，那再来最后3张动物牌哈，给你这副牌的一个提醒哈，它不一定跟这副牌有关系，可能是跟你现在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
来第一张，反光了哈，然后放这里。第二，第三。好，我看一下。最近这里说你近期可能内心的平静不够平静了哈，你要离开一下周遭的噪音，等等等等，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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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看错方向了，sorry，不是这个方向。最近在说有一些事情哈，正在不同的路线上升华到你想要的结果，所以你要有一点点信心，那一件好事正在促成中哈，要等待一下，不要太快放弃，跟太快绝望哈。就是说，如果你有期待或是努力的一些事情，你需要它有好的结果，你再等待一下哈，因为它已经在往好的方向走了哈。那这边也说，这边在讲的是耐心哈，所以它搭配起来哈，除了要有信心，要有一些耐心去等待它哈。好，看一下这里13，那这一段旅程，如果你自己想不开，想解不开想不透哈，问问朋友，因为你附近有蛮有智慧的人在你附近，你的朋友应该会给你一些很有智慧的解答。记得要去找你觉得很有智慧的人，而不是跟你很要好的人。你要去找你觉得很有智慧的人去询问，那边应该会有很好的解答哈。所以这边看起来，你最近可能有一些小困局，或是有一些东西在等待，已经等很久，有点等不及了，不耐烦了什么的。这边告诉你说，要有信心，好的结果要有耐心。好，如果你还是觉得受到困局，没有什么，去问问你身边你觉得有智慧的朋友，他会给你蛮好的解答，会比牌面上给的更好。好。那就这样哈，这是2号牌的朋友，希望给你一些好的方向的指引哈。记得有相同的讯息留意一下。虽然这组牌我觉得算是很新的一个牌组出来，那它可能也是旁边一个新的能量再出来哈。前面重复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很多，但是未来如果有重复的话，你要留意一下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谁将把你视为最重要的、很重要的恋人哈？谁将把你视为很重要的恋人哈？来，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会以寻找他跟先确定你们两个之间的距离，还有你们两个是否认识这个角度，先做一个开端哈。来，我来看一下我要翻的牌面哈。好，等等哈，好，来，是否见面？它的位置在附近吗？在远方吗？在你附近的一个状况，你们是否有巧合遇见过？指引他前来的路径是什么？他现在的状况。来，我们先看这些。我们每一支影片的翻的主题方向跟潘的牌会不太一样了哈，你可以每个都参考看看啦。来，我看一下，以现在你们是否遇见的时候，我告诉你说，你们快遇见了。我的第一个直觉是说快遇见了，但真的遇见了吗？还是有一个模糊地带了哈。我觉得是快遇见了啦哈，因为这张牌有已看到了他所要前往的位置哈。没关系，这个我等一下再另外翻。那基于现在是否在你附近？我觉得，即便在你附近，可是你也看不到，因为附近的杂音实在太多了，不太能够预示到这些哈。你没有看到他，他也没有看到你，这个情况有出现哈。再来，是否在比较远的位置，他从远方再慢慢的走进来？我觉得这条路径比较稳，好，这条路径比较稳。但我觉得我从这里开始翻。这里先翻，然后对这张牌翻一下。6，你们确实还没有遇见哈，你们还在比较，他在路上啦。因为这里有一个贵人意念，也有一种远道而来的意念。6有很多的哈，6有宝剑6、圣杯6、金币6。
权杖6都有一种还在从遥远的地方走来的哈。那搭配愚人牌的话，确实哈已经快到了哦，所以还没有遇见哦。那从一个比较远的路径来看的话，确实中间还有一些能量的结合需要产生哈。不过这边因为是权杖皇后，所以你们两个现在所脚下所踩的土地已经是相近了，所以你们应该已经在同一个范围里、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朋友圈、同一个工作、同一个公司，这样你们在同一个附近里面，就差没遇到啊。那的确，你看这边附近的杂音很多，12、1，对于是否已经在你附近徘徊、游移，还有很多的巧合各方面的时候，我跟你说，这边有偷偷一个解答，你们应该已经看到彼此，但是不认识；你们已经在附近有一些接触错过，但是不认识，都有非常近，都在附近的距离，在附近盘旋。你们在彼此附近盘旋，他也在你附近盘旋，这样子，这个情况有，所以看起来距离算很近。然后这些三组牌都是这样，距离都算很近，但是都因为有所背景上面的差异而无法直接的遇见。哈，来，没关系，我们来。好，你们中间应该会有一个搭桥的人，我觉得会有搭桥的人出现哈。这个人可能是一份介绍吧，他可能有一些需求，有一些灵感，发现好像你们两个可以认识，或是互相合作，或是互相认识这样。可是这里哈没有，不算是完全在工作的范围里哦。我觉得这一组蛮像是在生活里的私下生活里面的朋友的见面的社群里面这样。所以这一个我觉得有一个搭桥的人，他是应该只是一些礼貌上的去介绍你们两个认识了哈。等一下。这组能量非常，那这个人也不是你们的贵人，他只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就只是可能意思一下，然后大家不认识，然后就可能大家在同桌，他就互相介绍一下，你们彼此认识。可是他主要的内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特别去为了你们两个认识，因为你们中间其实没有那个让你们两个认识的贵人，那个能量没有出现哈，所以你们的认识只是在那个形式上面会互相认识，可是也要把握起来。等一下图。那其实这边有说，你们在认识的那一个瞬间，应该会有蛮特别的感觉会跑出来哈，或是特别的事情跑出来。譬如说，你们认识的当下才发现说，哦，原来你们的工作是在同一家公司，或是工作范围里面可以互相合作，说不定工作需求上面能够互相联络工作。那你们这份私下的朋友人际关系只是一个开端哈，真正让你们连接比较绵密的，应该是算工作，因为这边终于连起来了这一道桥哈，而且它是属在一种很重要的好事的位置上面啦。哦，看来你们之后成为你们两个连接的媒介，工作上面的事情应该蛮多的哈，好像互相可以处理彼此的一些事情吧。好，我这张牌我就看一下连接哈。看一下，等一下啊。他是主动来去认识你的范围里面的人，这是他的主动性，因为他应该真的是工作方面有需求，然后他主动的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或是找对他的工作有帮助的朋友认识，所以产生这一座桥是他自己搭的，所以这边才会出现说一些很客套的见面认识的时候，然后你们两个认识了，然后你们两个在对话的时候才发现说，除了他要找的那一个工作上的人选之外，他还认识到了你，所以你们的对话跟你们相处跟一开始的关系，应该就处在工作上面的协助跟咨询各方面的，所以你们是工作的关系连接起来的。这边所找到了这里哈，那你们在爱情上面的连接的浮现速度会比较慢，可是是契合的。可是背景上是不同的，可是契合的。你们会找到你们爱情上跟相处上面的你们自己的路径，特别的路径，不需要别人帮忙。
这边已经有暗示一件事情是，你们可能是来自于不同的样子、背景、性格各方面。我觉得这边只是一个暗示，还没有答案。基于这点，我直接来翻这里哈。我直接看一下你们的差异性。为什么我要直接看？因为前两组牌1、2号牌都是差异性极大的两个人。好，我来看一下你们这里的。来，我先看一下这是。翻到2张。既然这一个已经翻了，那我来翻这里。我看一下，你们好吧？你们也是各方面背景啊、个性啊、性格上很多价值观其实是极大差异的人。可是你们有非常好的协调性，你们是必须相互依存起来的差异，很像对称的东西，你们很像那个天平的两端，你们必须要成为天平的两端，而且是要维持一个很强的平衡。所以你们其实即便有极大的差异，但是你们很快就能够找到自己的方法。果然是这个方向哈。这里确实是2个完全不同的元素的集合，而创造出一个新的路径。这里有说，的确你们是绝对的二元性的平衡，这边有说了哈。所以好，那这个地方已经证明了你们的相处的合适程度哈。但是如果你们2个要在一起的话，你们必须内心有更高的渴望哈，才有可能进入到爱情啦。那不然他会一直维持在一种很和谐的朋友状态。你们会慢慢发现彼此的差异，可是也会慢慢发现彼此的一些惊喜哈。那你们2个在爱情上的一些发展，都还是处在一种未知的状况哈，所以你们应该会有蛮多相处久了，应该会有蛮多意外惊喜的啦。主要是因为你们的差异还蛮大的，所以对方会做出什么反应，做出什么性格的表达，都不在原本你们的预设范围里啦。你也很难捕捉到他，也很难捕捉到你。他比较像是说，我们用最简单就是你们很像是星座的2个不太一样的星座的相处啦哈。你原本不熟悉的星座，可能就这次会给你遇见。好，在一个非常强大的阻碍的位置来说，他说你们还有达到一个绝对的和谐啦，所以这里都暗示了一件事情是，无论你们的差异性多大，个性上差异性多大，可是你们立刻都能够找到你们的相处模式，所以你们的相处目前看起来是没问题的，没问题的。那我反而比这里土能量很多啦，我觉得你们的感情的建构基础是来自于你们工作上面的那个配合度很高哦，你们在工作上面的和谐度很高，所以你们一开始感情不会那么快跑出来，反而是在工作上成为朋友，成为互助。我觉得你们不太像是同一个公司的你们像是不同工作里面善用自己的技能跟你的专业来去互相帮忙的人然后在这一个工作的交流上面，你们慢慢发现说你们的彼此的信任跟感情的和谐度、协调度各方面性格上其实是还蛮合适的。可是他还是处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可是他有一个处在一个也算是绝对的互补上面，你们的不同会造成一个绝对的互补，你们甚至相处还不用撮合，而是发现说彼此能够补齐对方缺陷的地方。所以他这一个绝对的平衡，天平的两端，这一个和谐度，在你们2个一开始相处之后，就很快的就立起出来了。只是他的缺点是他没有引导你们往爱情的方向走。你们初期可能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相处的朋友，然后工作上也有需要，就这样然后你们会以朋友的关系跟一大票朋友一起相处、一起出去的情况，常常相处在一起。爱情的东西没有这么早跑出来，而且我必须老实说，现在这里所有的牌我都找不到爱情发生的点跟爱情发生的方向。我只能看到你们的相处的和谐程度而已。那个爱情的爆发点我还是没有看到没关系，这个我等一下翻，我有别的方法把它翻出来。看是什么时间点我们先往后面再看一点，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在一起的。这里是讲不同嘛，但终究有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相同的点到底在哪里，可能也没有但是我要尽可能找到有的地方来，好。
虽然是道的节制牌，但是还是不可否认的，你们在感情上的合适度是很强的，所以你们会找到你们在爱情上面的契合程度。那他是反的，是因为我觉得他前面搅拌的时间有点过长啦，所以他就是经历这些啦。你们会发现彼此是很好的恋爱对象，前面要花一点时间。没有那么快，但是有。当你们一发现彼此是可以恋爱的时候，你们的那个一拍即合的高度、和谐程度、契合程度就会跑出来了。主要是因为你们一直没有走到爱情的这个端点来去思考你们两个的关系。当你们开始思考的时候，发现说，哦，其实你们在工作上已经很契合，其实在走到爱情的时候也没什么困难的。来，灵魂上，你们慢慢，它是后世看涨了，你们慢慢就会发现说，你们内在其实。以灵魂家族的距离来说，你们是同一家人了，你们是在附近的，你们已经了解彼此非常久了，你们已经了解彼此非常多个时空了。哦，这次的在遇见之余，撮合、磨合、互相理解这一段，一下就解决了。你们立刻可以意识到，或者找到方法，你们的不同不是任何困难。哦，你们只要相处频率比较久，和谐的东西就会出来，跟上面一样哈，所以没什么问题哈。看一下，这里还是说了一件事情哦，两个人要走到爱情这一段路，前面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啦。不过无论是这里的和谐，我觉得这边都在讲一件事情是：当你们意识到你们是要成为恋人的时候，你们会产生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不同于你们是做工作上面的伙伴那一个的模式，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已经完全走到一个新的位置了。然后走到爱情之后，你们的关系就会走入到下一个新的章节了。这边说的，然后你们会有全新的契合程度，已经完全摆脱了前面的不一样。你们的性格上的不一样，环境的不一样，背景的不一样，就算特长不一样，才华不一样，可是进入了爱情之后，你们会完全创造出一种完美无瑕的契合的阶段啦。所以产生爱情，成为爱情是你们人生的下一个篇章。前面只证明了，只是让你们体会到说，你们的相处是非常有秩序的，非常和谐的，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因为你们确实是一直能打造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状态。再回推到前面一点点，在工作上，你们一开始工作上能够互助对方，然后你们一开始聊天的时候能够讨论到工作，就表示这是一个原本就在暗示你们未来是非常平衡、非常契合的一个开端。从工作上面其实就知道，只是他要用工作的方式来做一个挖掘，它比较像是一个挖土机，把底下的泉源慢慢的挖出来的一个工具而已。因为前面有看得出来，你们两个要连接到、互相认识到，必须要受到其他很多的外力才能够把你们连接在一起。你们自己其实是找不到彼此的了。其实找不到彼此，所以工作上面，然后人际关系，一开始是说人际关系嘛，所以你们要借由其他人认识，认识了才找到人工作的连接。那为什么一直强调工作这一件事情？因为工作的元素会让你们有频繁的遇见，在这么多的频繁的遇见的时候，才能够挖掘到底下那一个爱情的能量才会跑出来。好，今天很特别啦，3个号码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的相遇了。好，基于这个点哈。来，我们时间点的时间到了哈，我们来挖一下最强的。你们两个有一种非常好，就是受到了另外一个贵人的介绍，你们认识的时间点在哪里？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比较有可能性的时间点了，然后能量比较强的时间点。来一张强的时间点哈，那我们再解释一下，天使它自己有它的历法哈，所以它会有一些能量爆发或是能量比较强，说还有它代表性的时间点，然后我会把它当成是一种你们相遇的时间点的暗示哈。再抽一个比较小的能量哈，看2张，不要就1张哈，来捕捉看它的2个端点的连接范围哈。来，我看一下。这一张哈，好，
首先，可能40天以前有一次蛮好的机会，我看是错过了哈。再接下来可能就是1个月，刚好1个月后，他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再出现哈。因为其实你们在同样的朋友圈里面啦，所以他其实有在这边已经说了，其实他在你附近这张。跟这张其实都有说，他在你附近游移了好一段时间，你们在彼此附近游移了好一段时间，所以其实1个月前，其实你们有很近的机会，可是好像没有遇见，再一次可能就1个月后，所以你1个月后，或是这段时间到1个月这一段时间，有很多朋友的聚会，请你尽量去参加哈，因为他可能出现的几率还蛮高的。再接下来就要再隔2个月了哈，然后再接下来就要隔6个月喽。好，它的波动是这样，6到7个月了，所以最后面2次这个时间比较近哈。那它最强的日子是在这周，好，如果因为他讲的时间是2月中，那这部影片是2月中会发，所以我说的是这周。如果你看这影片的时候已经到3月，那就已经错过最强的一个能量的日子，所以你已经看到表示这周很可能它会有很强的出现，所以这周你要参加朋友的怎么你尽量去，它应该会出现。可是我都要说不保证这一次见面你会意识到是他，可是你这周要尽情的展现你个人很多方面的真实性，不是要你特别去展现或包装你的好，而是你这周要特别展现你的真实性，所以你跟他连接才会比较强。这周很难得会直接对到同周的啦哈。那没有关系，这周就算错过或是你没有去都没有关系。1个月后会有一个，再来就2个月后都会有，你可以去抓一下。好，再来能量比较小，但也有可能需要在意的一下时间哈。我再看一下，他这边说上周就有了，可是好像我做过，然后再来最强的能量要等到8月初期，那个时候可能会有。那上个礼拜有，再接下来可能就是3个月后会连续2个礼拜都有比较强的能量，这样。好，那再接下来就是每2个月一次，比较跳跃，可是能量都比较弱，所以他在暗示说，这个人其实你要认识他的机会不难啦，他其实都一直常常在你附近出现，所以他应该就在你的我觉得他就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出现。我觉得从这里可以看到几个点，一个讯息就是他会在你的朋友圈出现，他会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出现，然后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应该很快就聊到工作上，你们的可以互相搭配，跟你们的工作上是有连贯的。那他的第一个线索应该就出现了。如果我们要这样子去找线索的话，应该就这样。那工作上的协调、聊天的契合度，就是你们慢慢挖掘你们爱情的那个路径，然后所以尽可能的去参加朋友的聚会。尽可能的注意一下那个新朋友，因为这个新朋友的讯息还蛮强的哈。好，那讲到这，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人的爱情上面的3个优点啊，我们来看一下，从日本的神谕卡来看哈。这组牌的讯息是新的哦，可能前几个影片都没有类似的哦。所以选到3号牌的朋友，这组牌的讯息是新的哦，这个人是新的，我一直觉得他有一个很新的能量，是我们之前都没有翻到的哈。来，他3个优点哦。第一、第二，哇！最近一直毗沙罗门天翻的讯息这么多。好，我们就简单来说哈，他是一个很专情的人，他只要遇到爱情的时候，他就一个很专情哈。第二，他是一个很喜欢冒险的，很喜欢挑战新事物的人哈。所以你跟他的不同哈，你跟他的差异，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冒险，他会很想探索你，很好奇你哈。再来，他是一个对未来的展望很有远见的人哈，所以他会规划比较长的旅行，或比较长的未来，他可能1年他要去哪里旅行都已经规划好了哈。然后他比较能够洞悉事情的发展，好坏事情的发展。所以如果你跟他相处，他告诉你说，接下来应该会有什么股票啊，什么投资啊，或者什么事情啊，朋友的发展、感情啊，未来什么趋势，你要相信他，因为他看的东西看得蛮准的。好，那总之啦，他比大家都能够看得更远啦。那再加上他本身又是一个很敢冒险的人，所以你会发现说他的节奏各方面的都比大家快很多。他也有可能是呈现出一种比较另类也比较前卫的人。他讲的话可能会比较不那么现实，可是很有可能未来都会印证他讲的推测都是对的哈。好，这是他的性格上的一些特色啦。那再来给你3张这组牌的3个建议哈。那这3个建议，动物灵给的建议不一定会跟今天这组牌有关，有可能是只是你现在的生活的一个建议哈。我来帮你翻一下。来，第一个，
好，第二个，来第三个，好，来。第一个就是说，你最近应该会面对一些生活中的改变、挑战跟选择哈。这边告诉你说，别担心哈，你所期望的好的结果，最近都会实践出来哈。那如果有一些要选择的东西，就勇敢的选择，照直觉选择就对了啦哈。因为它其实搭配着你做这个选择，只是让你通往你所期待的结果更快速的一个捷径了哈。那他为何这样子跟你说？因为你等待太久了啦，哈，因为它背后还有一些审判牌的能量，它告诉你说你等它太久了，然后终于要到了一个开花结果的时刻的时候，就不要再犹豫了哈，再加把劲往前冲哈，那个好的结果就在眼前了。那这里在说，这里跟这里有一个东西的搭配哦，它这边有很强的灵感的直觉跟女祭司牌的在搭配。他在说，最近你的直觉能量比较强哈，请你多依赖一下你的直觉，你的直觉现在看准的东西比较多。那再来，最近你身边你现在附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之门正在打开哈，请你要把它看清楚。所以其实这三张牌讲的同一件事情诶。最近你直觉上应该会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请你相信它，因为它可能搭配了这个机会之门打开的照耀，你的直觉有发现，所以希望你往前走。所以前面才说，如果你遇到一些要决定的事情的时候，请丢依赖你的直觉去决定，勇敢的往前走，就会得到你心里所期待已久的东西了，好吗？现在就差这一步而已哈。这三张牌在讲的是这个。好，那今天三号牌就大概就是这样了哈。那你期待一下哈。那因为这一组牌，我觉得是最近翻起来是新的一个能量哈，所以讯息没那么多，但是我觉得有好的方向哈。基本上这个灵魂可能是你的灵魂寻找很久的人，他最近才浮现的比较明显哈，所以记得多去参加一些聚会，给自己一些机会认识新的人哈，因为他就在附近。然后还有一件事情，一开始就有说了，因为这张愚人牌在讲说，他其实内心有非常明确自己知道他想找的人是什么，所以你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多展现一下你真实的自我，让他比较好找到你，好吗？好，那个叫号3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了哈，祝福你。